OK，好，大家好，我是理查老师，欢迎大家来到 YouTube 还有脸书，跟我一起学习中文。今天是2024年的11月25号，今天是星期一，我们来学习新 HSK 第2集的词汇。好，那这个来听老师的直播课，记得帮我点赞支持老师。那么每天我们都学习中文，每天进步一点点，久而久之，你的中文就会慢慢的提高你的水平啊。好，那么各位同学，今天过得怎么样呢？今天你是快乐的，还是有一点沮丧，还是很忙？今天你的生活过得如何呢？老师希望大家每天都过得开开心心的。有时候可能会遇到一些挫折，遇到一些困难，没关系，我们去克服这些困难、挫折，然后慢慢的重新开始，每天都进步一点点啊。好，那么我们先来练习中文的数字。今天老师跑了几步呢？好，老师前2个星期真的很忙，今天开始就没有那么忙了，所以老师又可以继续的运动。好，欢迎大家啊。好，今天老师跑了13368，中文要怎么说？13368，我们再看一遍。好，13386 sorry， 13386，不好意思哦。好，13386。好，那如果大家想要支持理查老师的免费中文直播课，你可以帮我点赞哦，支持我。好，林子说恭喜台湾，对，因为星期日的时候，这个世界杯是台湾队上日本，那台湾运气不错了，中华台北运气不错，赢了日本老师觉得很开心。星期日晚上，所有的台湾人都非常非常开心因为这是我们第一次得到世界杯的冠军老师很开心。那这个日本队也非常有风度他们都会跟我们敬礼，恭喜我们所以我觉得2队都很棒都很有风度好，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场比赛好，多少？好。好，13386，好，老师看到了裴静13386步 Mandarin Jenny Hardwin， 还有这个月莹13386，还有宋平还有很多同学佩霞 Simon 13386步，好 Sicom 还有这个都答对了很好，13386步等老师一下，老师这个滑鼠有点怪怪的。好 OK， 那我们今天呢要来学习一个非常重要的词汇。那这个词汇呢，有非常多的同学都会问老师说，老师，突然跟忽然有什么不同？所以今天这一堂课非常重要，我们要来学习突然跟忽然的不同好，那么我们就开始吧。好，有泰国的朋友学习中文欢迎你，还有 Toyo， 还有 Charles， 还有慧君好，柔山好，那忽然在这里，突然跟忽然好，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下忽然 suddenly， 它是个副词，忽然就是突然，意料之外。什么叫意料之外？就是你没有想到会发生这件事情，这件事情的发生是你没有想到的，你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所以这件事情呢是在你没有计划的情况下发生的所以这个我们的意思呢就是忽然。那因为它是一个副词，所以一般来说忽然会放在主语的后面。we put 忽然 after a subject usually usually 好，我们来看一下句子。
天空 the sky 天空忽然下起了大雨，天空忽然下起了大雨。好，下大雨就是 heavy rain 啊。那表示下雨这件事情是我没有想到的 I didn't expect it。 OK， 我没有想到会下雨，我以为不会下雨，结果事实上是忽然下起了大雨，我没有想到这件事情会发生啊。好，天空忽然下起了大雨。好，那不过今天呢，我们特别要学习忽然之外，当然我们还要学习突然。等一下老师来比较一下这两个词汇的不同，我们再来练习一下忽然。老师再说一次哦，一般来讲呢，忽然是放在主语的后面，哦。好，我们来看一下句子，想起 like recall or remember， 想起他忽然 suddenly， 今天是老婆的生日。好，那表示想起这件事情是一个 sudden 那种感觉。好，那当然忽然除了意料之外，还有很快的怎么样，很快的怎么样的感觉哦。好，OK， 所以如果我要把忽然翻译成英文的话，我可能会翻成 suddenly， 或者是 unexpected。好，今天是老婆的生日。好，请问答案是什么？ Hello， 白兰，欢迎。他忽然想起 suddenly remembered， 他忽然想起今天是老婆的生日。好，他忽然想起今天是老婆的生日，表示他忘记了。哎呀，刚刚才想起来。OK， 好，他忽然想起今天是老婆的生日。好，各位男同学，你们可能都像他一样，老婆的生日几月几号，你常常忘记那我们要特别小心，因为女人特别希望男人可以记得她的生日，还有结婚的纪念日那个 wedding anniversary， 或者是要记得一些重要的日子，女人特别希望男人记得这些重要的日子好 OK， 他忽然想起今天是老婆的生日。周迪忽然想起今天是女朋友的生日。 Hello， 国成，好久不见了。好 OK， 那么我们再往下看广告时间来帮老师点赞订阅开启小铃铛。好，每个月2美元可以请老师喝咖啡，支持老师成为我的 YouTube members 好，那么我们现在来比较一下忽然跟突然的不同。当做副词的时候 as adverbs， 当做副词的时候，忽然的意思跟突然是一样的，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不同，它们是可以交换使用的，没有什么不同那而且我们常常会说忽然间，这个间可以加上去这个间到底什么意思呢？我觉得有点像英文的 in between 那个感觉in between 的感觉。你可以加上忽然间，你也可以不要，你可以说忽然就好了。你也可以说突然间或者是突然就可以了那它的意思其实当做副词的时候都是 suddenly and unexpected 好 OK，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句子，等一下我们来比较一下，其实也是有不同等一下我们来学习。那这一题呢，我们来看一下答案。汤姆走着走着间昏倒了。突然，好，昏倒就是你突然失去了意识，你可能失去意识之后，你可能就会跌倒在地上，然后你没有办法动你已经没有办法动了昏倒就是 like faint or pass out， 你已经失去意识了好，汤姆走着走着，好，我们说什么着什么着，动词加上什么着什么着，表示do something and do something。Tom walked and walked。
老师写着写着就睡着了老师可能在黑板上写字，写着写着老师太累了就睡着了。So it's like I wrote and wrote and suddenly I fell asleep 这种感觉。所以这个走着走着是一个比较口语的用法，它的意思比较像 keep doing something while doing something 的意思。好，汤姆走着走着突然间昏倒了，答对了。好，这位同学是精美是外蒙古人，欢迎好，汤姆走着走着忽然间昏倒了，很好。汤姆走着走着突然间昏倒了。好 OK， 我也可以说周迪跑着跑着就撞到墙了OK， 跑着跑着 like 周迪 ran and ran and suddenly he bumped into a wall 周迪跑着跑着就撞到墙了，突然撞到墙了可以，我看着电影突然间睡着了，很好的句子，没问题。好 OK， 昏倒这个词请大家记起来 pass out faint 昏倒 OK， 好，那么当做副词是一样的，我们再来做一题，他抬起头 like lift one's head look up 抬起头 look up 好，抬就是 lift 抬起头 your head 他抬起头忽然发现好，那各位同学这里当然你可以用突然，你也可以加上间，忽然间发现突然发现或者是突然间发现都可以，你可以加上间没有问题，意思都一样好，忽然间发现忽然发现突然间发现突然发现都可以。彩虹天空有一道好，请问答案是什么？他抬起头忽然发现天空有一道彩虹好，这个道是彩虹的量词，一道彩虹好，彩虹就是 rainbow OK 好我和我的对象说着说着就睡着了周迪这个句子非常好对，桃园机场突然热闹起来了桃园机场突然热闹起来了，因为球员都回来了球员都回来了好，昏倒晕倒昏倒跟晕倒的意思是一样的，没有问题，可以晕倒跟昏倒是可以交换使用，没有问题意思完全一样Hello Richard 你好好，他抬起头忽然发现天空有一道彩虹，你们也可以练习一下，你们可以用突然他抬起头突然发现天空有一道彩虹也可以。所以各位同学你会发现当做副词的时候其实可以，这两个突然跟忽然的意思几乎完全是一样的几乎完全是一样的。好 OK 没问题好 OK 好的，那到底突然还有忽然有没有不同呢？有，老师今天就告诉你们它最大的不同在哪里，就是突然可以当形容词用可以当 adjective 形容词，但是忽然是不可以当形容词的，所以特别注意我可以说突然的事件突然的事件 like a sudden incident 突然的事件，这个时候突然的是个形容词 like a sudden incident 可以，但是你绝对不可以说忽然的事件，因为忽然是不可以当形容词的，忽然只可以当做副词，所以突然的事件我也可以说 a sudden thought 突然的想法 I have a sudden thought I have a sudden idea 突然的想法可以，或者是这件事情很突然我们常常说这件事情这件事发生的很突然
可以。那所以各位同学，这个时候也是当做 adjective 形容词。这件事发生的很突然 ，like this matter, like this occurrence of matter is sudden. OK， 这件事发生的很突然，这里是当形容词。我们不可以说这件事情发生的很忽然，绝对不可以啊，绝对不可以。我们要说这件事发生的很突然，或者说这件事很突然也可以。所以特别注意，突然跟忽然最大的不同就是突然还有形容词的用法，但是忽然只可以当作副词。Pay attention, please， 请大家要注意。好，我们做题目。这场意外发生的太什么了？好，这里是当作太 plus an adjective plus the to adjective so adjective 太形容词了。好，我们这里的答案是这场意外发生的太突然了。Very good， 很好。这场意外发生的太突然了。老师，我可不可以说这场意外发生的太忽然了？绝对不行啊，绝对不可以。好，所以当做副词的时候意思一样，当做形容词的时候你只可以用突然啊。好，这场意外发生的太突然了。好，没问题，答对了。我们再看下一题。好，这什么什么的消息让大家猝不及防。好，消息 news， 这什么的消息让 like make someone, let someone， 猝不及防是个成语 like leave someone unprepared。 如果你对一件事情猝不及防，表示你来不及准备，你来不及阻止，你来不及去防范它。所以某一件事情是很你没有意料中发生的事情，通常会让你猝不及防比如说突然一个车子冲过来，你会猝不及防，或者是有的事情在你意料之外发生了，你会没有准备好。猝不及防就是你没有准备好 unprepared 你会觉得会吓一跳猝不及防好，那么这题的答案是什么呢？这突然的消息让大家猝不及防。这场意外忽然发生了。这场意外忽然发生了。我们一般不会这样说，我们会说这场意外发生的很突然所以兰墨，当然你在这里好像把它当作副词用了，忽然可以当副词，但是我们中文一般会说这场意外发生的很突然，这个是我们常用的说法。兰墨这个句子听起来好像是个翻译出来的句子，很奇怪所以我建议大家你就把这个句子背起来。这件事发生的很突然，这个是我们经常会说的句子这件事发生的很突然。好，这突然的消息让大家猝不及防。好，这突然的消息让大家猝不及防。好，可以再用猝不及防造个句子吗？好的，没有问题。比如说我举例好了，海伦的死讯让我猝不及防。就是周迪，比如说你有个好朋友叫 Helen， 她突然死了，这个消息让你来不及准备，所以海伦的死讯让我猝不及防。她怎么会死了？你会吓一跳，你还没有准备好 ，You're not prepared, and you heard the news, and you feel shocked， 猝不及防好，这不是忽然这突然的消息正确的答案是突然的消息突然的消息，这突然的消息让大家猝不及防。好，那这里绝对不能用间了因为加上间是副词的时候才可以加上间
所以刚刚有同学说，老师我可不可以说这突然间的消息？一般是不会的，我们就用突然就好了。一般来讲当做形容词我们就不加间了，加上间是副词的时候可以的，形容词我们就不加上间了。好 OK， 对，这题我们用这突然的消息，这突然的消息就可以了，就可以了。好 OK， 那各位同学不用担心，我们星期三的时候老师还会针对突然跟忽然再多给大家一些例句，大家只要记得这两个词汇最大的不同就是突然还可以当作形容词，忽然只可以当作副词。好 OK， 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还是需要我再给你们一些句子？好，我再给你们一些例句好了。好，比如说，好，我再给你们一些例句哦。好，比如说这一题，这个消息很什么？很多人都无法相信是真的。请问这一题要填忽然还是突然？把答案写给我。你可以写突然，你也可以写忽然。这个消息很怎么样？很多人都 can't believe it， 都无法相信这是真的。好，答对了，是突然，因为这里要填形容词这个句子要填形容词哦。好，那么我再给你们一个句子。好，来，我怎么把答案给你们了？好 ，OK， 我再给你们一下。好，但这个句子也可以用忽然因为它是副词嘛。你可以说他突然站了起来，大喊了一声，或者是他忽然站了起来，大喊了一声。你还可以加上间，他突然间站了起来也可以或者是他忽然间站了起来也可以好，突然我明白了，可以。好，来这一题呢，他正在发呆 spacing out。 好，什么什么听到有人在叫他 someone called him。 好，各位同学，他正在发呆。突然还是忽然听到有人叫他？你觉得答案是什么？还是都可以？你也可以写都可以好 Jenny 很厉害突然可以，忽然也可以，很好。然后 Mandarin 说，老师有4个答案，突然听到，突然间听到，忽然听到，忽然间听到都可以。好，没有错，都可以。他正在发呆，忽然突然都可以，也可以加上间都可以的，因为这里是当做副词，都可以，没有错，都可以好，那么我们再来看，再给大家一个句子好了好，好，那这个句子呢？不是，是这个句子呢？球员的采访突然开始，可以。好，这个决定来得很，这个决定来得很突然，还是这个决定来得很忽然？你觉得哪一个答案是对的？大家都感到措手不及。措手不及跟猝不及防的意思有一点像，就是你不知道该怎么办。You don't know what to do because maybe something happened suddenly. OK， 所以措手不及就是你不晓得该怎么办。措手不及，可能有些事情发生的，就是一下子就发生了，你会觉得措手不及猝不及防，都是这个意思好，
不用听，你就说他车祸的消息让我们猝不及防，可以，不需要听啊。他车祸的消息，我们加上一个主语就可以了。他车祸的消息让我们猝不及防，可以。好，那这题的答案是这个决定来得很突然，答对了。这个决定来得很突然，答对了。在这个结构这个 structure 下面，我们一定只能够用突然啊，在这里呢是当做形容词啊，形容词。这个决定来得很突然 ，so this decision is sudden. We can say that in Chinese. 啊，这个决定来得很突然，大家都感到措手不及。Okay, we don't know what to do because this is a sudden decision. 好，答对了，很好哦。好，那么我们再来看一题。好，这个句子就很难了哦。好，请问我们来做最后一题哦。这个林子我们可以说粉丝们突然鼓掌，突然鼓起掌来，粉丝们突然鼓起掌来哦。好，粉丝们突然鼓起掌来。好，他什么？哎，等一下。好，他什么的辞职？什么叫辞职？就是你不想在这家公司工作了，你想要自己主动的离开这家公司，这个叫 resign， 辞职 resignation， 它是个名词哦，辞职。好 resignation 就是你自己不想在这家公司工作了，所以你会辞职。你不想再继续待在这家公司了，你是 actively resign， 这个叫辞职啊。好，有人觉得他突然忽然都可以。好，有人觉得都可以哦，有人觉得是忽然，有人觉得是突然。各位同学，这个如果翻成英文是 his sudden resignation， 所以我们要用一个形容词去形容辞职，因为辞职是一个名词，它突然的辞职。OK， his sudden resignation。所以各位同学，因为这里的辞职是一个名词，我们必须用形容词来去形容辞职，我们只可以用突然。他突然的辞职 ，his sudden quit。OK，his sudden quit。好，让整个公司陷入了混乱。好，让 like let the whole company fall into chaos。所以各位同学，这题的意思就是他突然辞职，让公司的人都不知所措，猝不及防，不晓得该怎么办，所以整个公司都陷入了混乱 chaos。OK， 大家都不晓得该怎么办啊，所以他突然的辞职，让整个公司陷入了混乱。好 ，OK， 各位同学，听得懂吗？所以你要怎么去分突然跟忽然？最重要的就是它是用在形容词还是副词？副词都可以，但是形容词只可以用突然啊。好，那如果你用辞职当做动词 to resign， 那么我就可以说他突然辞职了，可以，或他忽然辞职了，都可以。他突然辞职了，OK， 职了。那各位同学，为什么？因为辞职在这里不是当名词了，辞职可以当名词，也可以当动词，所以你一定要知道辞职在这个句子里面是动词还是名词。如果你说 he suddenly resigned， he suddenly quit， 你可以说他忽然辞职了，因为辞职在这里是动词。刚刚那个句子里，
辞职是一个名词，他突然辞职了，他忽然间辞职了，他突然间辞职了，可以就可以所以你就一定要知道它是什么词性。猝不及防跟措手不及的意思是差不多的没有问题。OK， 好，各位同学听得懂吗？希望你听得懂听得懂告诉我一下。那没关系，我们礼拜3还会再告诉大家怎么去使用突然跟忽然。当做形容词的时候，记得我们就只能用突然好的，听懂了吗？听懂了就告诉我，听懂了，老师，我听懂了。好，今天我突然收到礼物今天我突然收到礼物，或者是今天我忽然收到礼物，我心里很害怕。OK， 好的，那各位同学，我们明天是说故事时间，我们明天来听一则有意思的故事好，明天见喽，拜拜。